这是一部极度压抑的影片，虽改编自东野圭吾的同名小说，但全片却没有一点他的风格。电影情节没有精彩的推理和反转，也没有高智商的布局和华丽的复仇大戏，有的只是那普普通通的父亲为了女儿所展开的简单粗暴的复仇计划。好了，话不多说，影片开始。这个男人叫圣贤，他是一名带着女儿独自生活的单身父亲，女儿叫秀珍，是一名高中生。这天晚上下着大雨，刚下班的圣贤回到家已经是11点半了，但女儿却还没有回来。于是他拨打了女儿秀珍的电话，不料却是关机的。圣贤以为秀珍还在为昨天的事情生气呢，虽然有些担心，但也没有继续寻找，因为女儿每次生气，她都会到同学家去过夜。圣贤以为这一次也像往常一样，可不幸的事就在第二天发生。清晨，一名社区巡逻员在一个废弃的澡堂里发现了一具赤裸女尸，初步断定是被侵犯致死。紧接着，正在上班的圣贤突然接到了警察打来的电话，说是让他去认领尸体。刚开始圣贤还以为是打错了，骂骂咧咧的就挂断了电话。可当他来到警局时，心里就越发的恐惧和担心，一路上只能不断的说话来缓解自己不安的情绪。很快，三人就来到了停尸房，看着眼前冰冷的尸体，圣贤已经没有了任何情绪。他很想大哭一顿，却发现根本哭不出来。他颤颤巍巍地走到女儿身旁，拉起了女儿的手，看着那开裂的指甲盖，可想而知，在此之前，他是遭受了多么痛苦的折磨。此时的圣贤已不再多想，他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离开这里，不顾一切地想要去寻找真凶。他在大街上贴满了悬赏公告，只要有人能提供线索，就能拿到巨额报酬。与此同时，这个叫敏基的中学生看到了悬赏公告，他是死者秀珍的同学。敏基看着公告上秀珍的照片，他回想起了昨晚发生的事情。原来就在昨晚，敏基开着自己家的车，带着2位混混朋友到处兜风，不料在路上遇见了秀珍。他的混混朋友们见色起意，竟然在大街上趁着雨夜把秀珍掳到了车上，接着还对他实施殴打并恐吓，让他不准出声。敏基看到公告后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找到自己的混混朋友，劝他们赶紧去自首。可这2人不仅没有一点悔意，还威胁敏基不可以把这事泄露出去，不然等待着敏基的不仅仅是坐牢这么简单。晚上回到家后，自责内疚的敏基烦躁不安，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被那些混混们逼迫的，得想办法除掉他们才行，不然这一辈子都要在他们的胁迫下生活。他拿出手机给圣贤发了一条短信：赵斗直、金哲勇，千户路587号202房，门口的花盆下有房间钥匙，你女儿被害的证据在一个有条纹的鞋盒里。看到短信后的圣贤决定以暴制暴，独自来到短信上所说的地址。不明真相的他先是按了按门铃，发现没有人，于是俯身寻找房间钥匙，结果还真的找到了。圣贤打开房门进屋，赶紧翻找短信里提到的条纹鞋盒。一番寻找过后，终于在柜子下面找到了。他打开鞋盒，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很多光碟。圣贤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打开电脑光驱取出光碟，发现上面赫然写着12月10号地铁中学生。圣贤颤抖着把光碟放进电脑中，可正要打开时，却发现有人回来了。他赶忙关了电脑，藏在卧室里。这个少年的通话也被圣贤听得一清二楚。我再看一次，然后就删了。少年一边通话一边打开了视频，视频中女儿的哀嚎和哭喊让圣贤心如刀绞，痛不欲生。他愤怒地从房间里冲了出来，准备送走这些禽兽不如的少年。这个男人愤怒地从房间里冲了出来，他砸烂电脑，扯下电源线。眼前的少年叫嚣着问他在干什么。圣贤径直走到少年面前，对着他的脸狠狠就是一巴掌，然后还掐住他的脖子，嘴里一直念叨着为什么，你们为什么那样做。圣贤怒吼着拿起一旁的棒球棍，对着少年狠狠砸去。被砸倒在地的少年不断哀求和道歉，他还以为是因为之前偷东西被失主找上门来了，根本没想起那些丧尽天良的事。一想到眼前这个少年对女儿所做的事，圣贤就变得更加的愤怒了。他一棍又一棍地砸在少年的身上，仿佛要把他罪恶的灵魂殴打出来。这个禽兽不如的少年就这样被圣贤干掉了。可这还没完，视频中还有另外一个同谋。圣贤回过神来，拿起了少年的手机，得知了那个人的名字叫赵斗直，也得知了他的去向。原来2人早就打算好了，约好今天跑路到江陵躲避风头。然而出发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圣贤连忙赶过去，但还是晚了一步。于是圣贤搭上了第2班火车，但此时手机也快要没电了。好在赵斗直突然发来信息，让他去一个叫明善培训班的地方会合。另一边，赵斗直已经到达了明善培训班，他知道这次闯了大祸了。原来这2个混混干的是这种勾当，他们侵犯着各种女孩，并拍下视频，随后把视频卖给了明善培训班的老板杨大师。而这个所谓的明善培训班，并不是教学生学习的，
而是一个隐蔽的红灯区。赵斗直来到这里，说是准备不干了，而杨大师则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去最近的根据地放松休息一下，顺便再拍几个视频。赵斗直才刚离开，圣贤就找了过来。圣贤说自己是来找赵斗直的，杨老板以为是客户呢，就把他领进了房间。到房间后，圣贤准备好匕首，就等着赵斗直进来。可才刚过一会，等来的不是赵斗直，却是一位女中学生。女孩一进来就介绍着自己，并脱下了外套。此时的圣贤好像明白了这是个怎回事，他拿起外套给女孩穿上，让她赶紧离开这里。不料却被女孩当成疯子。杨老板见状，当即就和圣贤打了起来。奈何普普通通的圣贤哪里是杨老板的对手，没几下就被杨老板打得意识模糊，倒地不起。随后杨老板翻到了圣贤女儿的照片，便明白了此事。他嘴上侮辱着女孩们，手上也不停地一拳一拳打在圣贤脸上。而此时的圣贤也明白了，眼前的这个男人和赵斗直就是一伙的。他掏出匕首，朝着杨老板的大腿一刀扎去。愤怒的杨老板拿出猎枪，开枪之际时却被圣贤一把推开。紧接着圣贤拿起一根电线勒住了杨老板的脖子，逼问出了赵斗直的去向。虽然杨老板说出了事实，但圣贤却迟迟不肯松手。就这样过去几分钟，杨老板彻底断了气。圣贤拿起猎枪，继续一路追击赵斗直。另一边，警察也调查出了一些头绪，他们根据车辆信息找到了敏基，逼问出了赵斗直的下落。随后又调查清楚了杨老板的底细。就在此时，警察已经来到了明善培训班楼下。圣贤看到警察后，直接从2楼跳下逃离，没有被发现，却摔伤了腿。他一瘸一拐地拿着地图，来到了大关岭滑雪旅游区，挨家挨户的询问，却什么都没有发现。夜色降临，暴风雪越来越大。圣贤找到了一栋废弃的小房子，他走了进去，拨通了张警官的电话。他告诉张警官，自己把事情做完后就会回去自首。犯罪不分年龄，罪恶不论大小。在泡菜国，这个男孩把一个花季少女侵犯致死，最后在法官口中得知，他就算被抓，也只会被判6个月，只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张警官听到答案后，无奈叹气，连连摇头。警察局长这边也明确表示，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保护赵斗直，甚至还在开会时这样说：孩子杀死成人现在不算新闻了，但是成年人杀死孩子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另一边，圣贤还在滑雪场继续找着赵斗直，但他不知道赵斗直的样子，只能一个一个询问。可眼前这么多年轻人，他到底该怎么样才能找到凶手？正当他一头雾水时，不远处的小规模团战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名少年正在被5人围攻，警察的到来让几人四处逃窜，躲避追捕的圣贤也奔跑起来。另一方在调查2人的警察们也发现他们在这里的行踪，但好巧不巧的是，圣贤和赵斗直竟然阴差阳错地坐上了同一辆车。圣贤看着眼前这个男孩，像极了视频里面的那个人渣。他抓住男孩的衣服，问他叫什么名字。민기요. 김민기. 就在这时，圣贤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信息，上面写着赵斗直在翡翠别野。看到信息后，圣贤慌忙下车，与真正的赵斗直擦肩而过。他拿出地图，绕过警察，从后山艰难地朝着别野走去。可殊不知，警察也早已知晓赵斗直会来翡翠别野，他们在此埋伏已经很久了。然而赵斗直没有等来，却等到了一个小女孩。这个女孩是他提前约好的同伴。这时赵斗直突然打来电话，问女孩有没有火。刚开始女孩还挺配合，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突然对着电话大喊：快逃！赵斗直一听，赶紧骑上摩托车就跑。刚刚赶到的圣贤此刻才知道自己白天遇到的那个男孩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人。可现在警察也在追捕他，他只能暂时逃跑，再找机会。逃出来的赵斗直用公共电话打给敏基，问他这是什么情况。敏基如实的回答。随后赵斗直威胁敏基，让他准备一笔钱，并约定好明天在火车站见面。第二天，敏基来到火车站，事先和警察约好了以脱帽为信号就可以进行抓捕。可敏基才刚走出几步，就突然奔跑起来。他想甩开这些警察，让圣贤来了结掉赵斗直，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摆脱赵斗直的胁迫。在此之前，他已经发信息给了圣贤，现在逃跑的目的就是拖延时间，等圣贤过来。很快赵斗直出现，警察们也发现了他。没办法，赵斗直只能一脚踢开敏基，再次逃跑。可他没想到的是，前面有个更恐怖的人正拿着枪等待着他。在人群中，圣贤端着猎枪对准了赵斗直，可这时狡猾的他竟然一改常态，当众卖起了乖。警察们拿着枪对准圣贤，他们刚刚收到命令，
要不惜一切代价救下赵斗直。圣贤看着眼前这个害死女儿的恶魔，他颤颤巍巍地端起猎枪，对着赵斗直大喊：이런 놈아로 같이 숨쉬고 살 수가 없다！说完，圣贤端着猎枪怒吼着冲了过去。随着一声枪响，两人同时倒下。赵斗直安然无事，圣贤却已经死去。他的左手紧紧抓住赵斗直的衣服，即便没了呼吸也不肯松开。可见圣贤做鬼了也不会放过他。后来，警察打开了圣贤的猎枪，才发现枪里根本没有子弹。影片最后，在那个雨夜里，圣贤接到了女儿，两人一同走向家里。圣贤的伞倾斜着为女儿遮风挡雨，这大概就是他的梦境吧。故事的结尾也太虐心了，看完后心情复杂，久久不能平静。好了，电影到此也就结束了。主角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放下那把复仇之刃。这场失败的复仇，结局虽然虐心，但也完成了它应有的意义。你喜欢这部电影吗？我喜欢这部电影，因为里面没有战斗力爆表的超级英雄，也没有超高智商的设套布局，有的只是主角简单粗暴的复仇。好了，我是小森，喜欢的关个注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